哈嘍，大家好，這裡是晨曦森林，歡迎來到塔吉克斯坦。它是帕米爾高原上孤獨冷峻的高山之國，在突厥文化的包圍下，保留了波斯血統，是中亞最難被定義的一抹異色。當西方世界還在對中國的 APP 和中國製造充滿戒備時，在這個與我們山水相連的中亞鄰國，劇情徹底反轉。刚開始我非常擔心，因為我不會塔吉克語或者俄語，在這裡交流不便。然後等我的英語開口半句，很多人就開始用中文跟我對答。這真的是在其他中亞國家沒有這樣的體驗。你來玩還是？你來玩還是？我的漢語不很好。你的漢語不是很好，但是已經很不錯了。你之前在哪裡學？中國哪裡？對，我不出了中国，你沒有去這裡學校。哦，你在這裡學校學的中文？對。哦，很多人學中文嗎？很多，有。OK， 不多是吧 ？OK。然後前幾天問我的房東，他也是塔吉克人，他說他們公司每年有200-300人到中國留學，兩邊的聯繫真的是特別緊密。然後我也是第一次有這樣的語言體驗，就是開口半句，然後對方經常用中文回答，真的不誇張。不是工作在中哦，你在中國學習？是的。哦，在廣州上大學？是的。哪一個學校？廣州理工大學。廣州理工大學。是的。為什麼你會說中文？因為我在那個上海讀書。你在上海讀書？對。你在學什麼？我上學那個醫學。醫學。對。所以要回來當醫生。你的中文很流利。謝謝。是考。不，非常好，非常好。你是來這旅遊，還是你住在？對，我住在。杜尚別。對。OK。以前在美洲旅行的時候呢，就覺得中美洲的很多地方它都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不管是開的店啊，還是汽車啊、貨幣啊，都受到很多美國的牽制。現在在中亞旅行也是這樣啊，就是說。中國的很多產品跟文化已經形成了這邊的一種特色。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手機裡面看劇，但是是中文內容的。那可能他們是有塔吉克語的翻譯。那包括汽車啊，然後你隨處可見的中文啊，真的能感覺到中國文化變成了中亞文化的一部分。出租車全系配備比亞迪的海豚。現在迎面朝我們走來的啊是比亞迪方陣。塔吉克斯坦是在5個中亞國家裡面存在感不是那麼強的那一個，那是因為最開始的時候，1924年前蘇聯根據中亞地區的民族跟語言進行民族劃界的時候呢，只有我們知道的現在其他4個斯坦國作為加盟國，而沒有塔吉克斯坦，直到1929年才把它從烏茲別克當中分了出來。那烏茲別克斯坦如今重要的歷史文化城市薩馬爾罕和布哈拉呢，沒有被劃分到塔吉克斯坦底下，這也是對於塔吉克民族來說比較遺憾的一點。首都杜尚別這個名字呢，是最早波斯語和塔吉克語的星期一的意思。每逢星期一，在這裡呢就會有一個小的集市，大家來這邊進行交易。久而久之，就從一個集市變成了城鎮，再逐漸演變成呢現在整個塔吉克斯坦的首都。很多國家呢，在獨立之後都會尋找一段自己曾經強大的歷史和一些符號來象徵自己的民族，讓大家更有認同感。
那在塔吉克斯坦也是如此，除了呢经常联繫到曾经強盛的薩曼王朝啊，他們還把王冠作為自己的國家符號之一，所以呢在很多廣場上你可以看到王冠的雕塑。他們形容的王冠其實就是塔吉克斯坦這個塔吉克這3個字的波斯語翻譯，那象徵了整個國家是被王冠加冕的，很有這種榮耀的感覺。那其實最早呢，在古波斯語裡面，塔吉克的意思實際上是指當時外來的阿拉伯人，只是後來呢，大家解釋成這個更正面、更積極的意義。努達基廣場這個王冠更是離譜，到了晚上就會亮起這個滅霸手套上的寶石，千萬不要在它下面喝蜜雪冰城哦。Later。在這裡不得不稱讚塔吉克路人的顏值，是我覺得這幾個斯坦國家裡面最高的，中亞國家裡面最棒的。這些國家人的面容呢，個個都是混血，那個混血的比例呢，就是在俄羅斯啊、蒙古啊、維吾爾啊、哈薩克啊，然後波斯，甚至是東歐之間，按照不同的比例進行混合。那如果說哈薩克人他的面容最大特徵就是這個眼皮會內收的話，這裡人的面容最大特徵就是他們的眉毛都特別的濃，非常的波斯風味。大家平常穿的衣服呢，除了日常休閒款，那很多的女生呢也会穿上這種帶有亮片的非常鮮豔的衣服啊，在陽光下，這樣的面料會閃閃發光，這也是證明啊，這裡的衣着打扮還是很有民族特色的。市場愛好者呢，就會來這個杜尚別的巴扎逛一逛。這裡和中亞一樣，都會有很多這種壓花紋的饢麵包，跟新疆的饢一樣，都是在這種窯的內壁裡面烤制的。那這一張餅的大小，基本上就是比我的臉還大。如果比我的臉還大，已經是非常非常大的餅。A picture, huh? A picture, yeah. Good, good. 這個感覺真的是，對我來說可能是1周的分量，這麼大。鴿子已經來偷米了。啊 ，come on， 哦 ，Zenit， Zenit， I know it。哇，這個衣服好長，好長，好長，好長。這上面這個亮片啊，就是我說的，我們當地人很喜歡穿的。塔吉克斯坦10秒美斯蘭木當然是品嘗這裡的美食庫魯托布，它其實就是一種奶製品跟這個沙拉、肉類還有麵粉的混合。這個混合呢，我是從來沒有想過能這麼混的。那現在就讓我們揭曉它的口感。其實很特別，我覺得亞洲味的人是喜歡的，它是一種溫柔的混合，口感呢不會有特別衝的這種奶製品的味道，而是把它比較好的跟這些麵粉類混在了一起。另外，這個上菜速度特別的快，因為他們後廚呢這些東西都是準備好的，只要把它疊加在一起就好了。接下來是饢，我覺得它的口感可能會跟新疆饢很像，差不多。外殼呢是更酥脆一點，內部呢可能是放久了，可能是它就這個味道會更乾一些。那就口味來說，還是更喜歡新疆的饢，更柔軟一些。這個就有點像比較放乾一些的餐包。在這裡呢，還會有這樣的冰糖水晶，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是黃色的。它們一般是熬制糖之後形成的結晶，然後是配茶使用。當然，我在這裡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任務，就是找到一個很有趣的茶，應該叫做茶漏的東西。找到了，找到了！噔噔。So you know this is names of shallow, but yeah. sometimes it has another synonym, another name. Yeah. So another name. Du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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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hop.
Right. 肚後。Right. OK。 Okay. Oh. Show me the chicken. 加料了，加料了。天啊，还往里面加辣椒粉吗？兄弟，致死量了。Yeah, boy. Cara, tô de que causa essa? 好，现在我要来尝尝看，一个塔吉克小哥帮我拿着相机，这个神奇的味道。How's it? It's sour Yeah, it's sour. and Also, you feel salt, right? yes, salt and It's mashed. It's mashed. it's mashed with vegetables and something else. Yeah. But the taste is very unusual. Yes, yes, it's special. It's special. Okay. Yeah. Not used to that, but it's special. Yeah. Thanks. 论蘇聯風格奇奇怪怪的建築，塔吉克斯坦的數量啊，真的不如其他中亞國家，或者是高加索地區的國家多。但是，它建了很多，也是很新奇古怪的玩意。比如說，我現在在這個很像飛艇一樣的東西，是以前一個廢棄的餐廳，也要很有想象力。在塔什干的时候，我們造訪了太陽複合體。到了塔吉克斯坦，我也對這些人造工程景觀很感興趣。在杜尚別的市郊呢，還有一處努列克啊，這裡是以旁邊的水壩而命名的。當時很多建水壩的工人在這裡興起了一個城鎮。在大壩的附近有之前前蘇聯的很多療養院跟水療院，他們有一些呢還在運營。那內部的景觀也是保留了當時的特色。像是在水壩附近可以看到一些別墅，還有之前前蘇聯的很多療養院，現在都是屬於不知道是不是在維護的狀態。那看着這些很舊的建築也是非常神奇。最神奇的就是往外望去啊，這是我見過的最藍的河水。那是因為呢，從帕米爾高原流下的河水呢，是攜帶了很多高原的鹽穴的，它主要反射的是一些短波長的光。這就造成了好像是這個馬桶潔廁靈的感覺啊，但是是特別的湛藍啊，冰川藍的顏色。努列克大壩呢是世界第2高的水壩，在小鎮的周圍，甚至到周邊的山上的一些制高點呢，都能很好的將周邊的景色盡收眼底。這裡很少看到蘇聯老的建築啊，因為杜尚別當時並不是一座被前蘇聯重視的城市。所以呢，現在很多有趣的建築都是嶄新的，比如說我在的那個納瓦魯茲宮，週末的時候是他舉辦婚禮的地方，有一對新人結婚。那塔吉克斯坦或者中亞的婚禮儀式，跟我們所熟知的婚禮有什麼樣相似和不同的地方呢？相似的地方啊，可能在於很多地方都非常重視彩禮，然後呢，也會注重這個家庭成員之間的交流互動。那不同的地方在於啊，這個婚禮持續的時間特別長，把所有的這個世俗的、民俗的、宗教的和民政的儀式分開成好幾天辦，不管是提親、簽約、宗教儀式、宴會，分各階段舉行。現場領證呢，這兼顧民政局跟婚禮現場，確認一下是不是自己的名字沒寫錯。在杜尚別的市郊不遠處呢，你可以來到西索城堡，這裡既是絲綢之路重要的據點根據地，
也是強盛的薩滿王朝的軍事要塞。那在這裡登高望遠，你可以看到塔吉克斯坦的典型地貌，它不像中亞的其他地方很多湖泊或者森林，這裡的景色呢更多的是荒芜。如果說烏茲別克斯坦被稱為內陸的內陸，那塔吉克斯坦所在的帕米爾高原就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因為海拔非常高和非常的干旱啊，就造成它的地貌大部分都是荒涼，而且白天呢常常会飄着一種塵埃啊，這應該是遠處的沙塵裹挾着空氣啊，讓你看不清遠處的景色。那從這裡你也可以知道塔吉克斯坦在地理上的重要性。之前這個絲綢之路重要的瓦罕走廊就是與帕米爾高原相鄰的一個狹長的通道啊，連接着亞洲和中亞、中東的通道。在西塞城堡還有這個野生的跑馬場，很多人在這裡練習馬術。在這個高原上揚起的一陣煙也十分的壯觀。那這就是本期視頻的所有內容，希望你也會到中亞這個比較神秘的國家到此一探究竟啊，探索這裡更多的人與中國的各種各樣的聯繫，也發現屬於塔吉克斯坦獨特的一面。這裡是晨曦 Stanley，我們在世界的下個角落相遇 ，See you in the world。